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湘西的深山里，在这里的一座大山悬崖之中，我们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奇特的红色房屋。它巧妙地嵌在了绝壁之间，面朝大山，背靠崖壁，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四周群山环绕，云雾飘渺。远远望去，这里地势险要，四周荒无人烟，仿佛与世隔绝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在如此险要的大山之上，这座房屋到底是怎么建上去的呢？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吉首市的曙光村。这个地方还算好找，直接导航村子就可以看到。如果说大家想来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曙光村就可以到达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这座房子所在的半山腰，现在我们准备上去一探究竟。这条路一路走上来呢，都还是比较好走的。走到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那里有一座房子。这座房子呢也是一座寺庙，不过呢它不是主庙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在道路的一侧还有一座小庙宇，里面供奉的应该是土地公和土地婆。像一般的寺庙的话，它土地公和土地婆都是在寺庙的外面的。如果说我们去朝庙的话，能看到土地公和土地婆，就证明离寺庙不远了。这边也有2座小房子，这里面只有一个香炉，没有供奉神像，应该是烧香的一个地方。这边也是，这边没有供奉神像。我们看里面的话，应该是用来烧纸的，里面还有很多灰。在这边的房子的门头上面写着“天王庙”，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，这里面应该是供奉4大天王的地方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哎，这里面只有3位天王，不应该是4大天王吗？这边还有一位。这位应该是王母娘娘吧，但看着好像又不像。大家有看出这位是哪位神像吗？像我们常见的天王庙里面呢，它供奉的有4大天王，有持国天王、增长天王、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。但是我看他们3位有点不一样。这个天王庙呢，是不是和常见的天王庙供奉的不一样呢？它这里面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里摆放的有很多桌子和凳子，这边也是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供奉的也有一尊神像，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吧。这座天王庙呢，应该是近几年才建的，它是一个砖混结构，外面呢还搭的有钢架棚。现在我们去主庙去看一下，主庙和这个天王庙呢，它是相反的位置，我们还得从这个庙的旁边给绕到山的另外一边去。这边这一段
段走上来呢，完全是这种毛路，中间还被洪水冲刷过，形成了一条沟。两边都已经是杂草丛生了。可以看出这条路还是挺宽的，应该是以前挖的一条道路。不过呢，它没有做硬化。我以为从天王庙走过来没多远呢，没想到走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到。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座山的山顶上了，山顶上还算平坦。哇，你们看这是什么呀？我老是看到这些野果子，第一个想到吃，能不能吃？应该不能吧？算了，还是不要尝试了。万一全剧终了怎么办？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我们大概走到这个山顶了，然后这个雨就下大了。你们看我头发上全是雨水，都快打湿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往山的下面走了，居然还没有到。如果说这条路没人打理的话，迟早会被这些竹子给占领。我的天，这到底还有多远呀？等一下变成落汤鸡了。我的天啊，这条路还有水坑，本来就不好了，然后再加上下雨，这个路走的就越艰难了。这里还有一棵古树。旁边还有一面旗子，我们是快到了吗？哇，你们看，我们真的到了！这里有一个厕所，我还以为从那边庙过来很近的，没想到我们走的差不多，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。没想到这么远，再加上今天下雨，你们看我的鞋子，要不是因为它是皮鞋，就早就打湿了。我感觉今天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难到达的一个目的地了。不是说它不好走，是因为本来它那个路就是那种毛路，一旦下雨的话，它那个路泥巴又多，然后又湿滑。这边这一段它是从这个悬崖边边修的一条路，还好他做了这个栏杆。这边这一面的崖壁它是凸出来的，像一个天然的伞一样，把这里遮住了，这里是干燥的。这里有一间小庙宇，里面供奉的也是土地公和土地婆。
这边也还有2尊神像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这尊应该是财神爷，他手里拿着2个金元宝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位应该是韦陀菩萨。快看，我们到了，这里呢就是寺庙的山门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还是挺宽的。它这个寺庙呢，它是依附着这个崖壁修建的，地上还有一堆沙子，还有一些砖，应该是后续还要修什么之类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灶头，应该是过节的话，应该是有守寺庙的人他会上来。这里还放了一些调料。还有一包辣椒，应该是有人经常上来的。在这个绝壁的一侧呢，有几块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些都是功德碑，看这些碑的年代应该是近代的，上面写着一些捐款人的名字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，这一块不一样。白狮山建安记。白狮山是以山形而得名，山上茂林修竹，鸟语花香，登高远眺，山川村寨尽收眼底。自古以来乃童叟登高游玩胜地。它这个应该是一个2简字。上面呢是这个山的由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。山高则灵，早年一石塑牧童石老五仰见金身佛像，端坐在狮口洞穴之中，形似观音，叩之则灵，有求必应。他这个故事呢，是讲的是一位早年前有一位吃素的放牛的小孩，他的名字呢叫做石老五。他路过这边的时候，仰头偶然间发现有一尊金身佛像端坐在这个洞口的洞里面。形似呢像一尊观音，他就对这个观音叩头许愿，发现他是有求必应。后面呢就知道的越来越多，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多。最开始呢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土石做的一个房子，后面是因为年久失修，久经风雨呢就已经垮了。后面呢举众人之力又重新建了这么一座寺庙。上面呢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。我们今天来没有看到守庙人，比较冷清啊，只听到周围的一些虫鸣鸟叫声，都是大自然的声音。我们来看一下主庙，上面写着白狮山。从这座庙的外表来看的话，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，应该是近几年翻新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座庙的整体，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眼熟，特别像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大战2郎神杨戬时变的那座小庙？有没有发现特别像？我觉得越看越像。我去里面看一下。这座庙是一个混建。有砖的结构，有这种木头的，还有那种瓷瓦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正中间，正中间供奉的是3世佛，分别是释迦牟尼，还有阿弥陀佛，还有药师佛。这边这几尊呢是观世音菩萨。这旁边还有一尊，这一尊呢应该是燃灯古佛，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哦，请大家指点一下。在这个大殿的左右两侧呢，分别供奉的是18罗汉，这边有9尊，另外一边也是9尊，合起来呢刚好是18尊。这一侧还有一尊，这一尊从它的外表来看的话，应该是韦陀菩萨。
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，这座寺庙呢，它是依附着这个山体，然后修建起来的。这面全是凹凸不平的崖壁，它是利用这座山的天然优势，然后把这座寺庙修建在这个山的山体上面。这样的话，风吹不到，雨也淋不到。虽然最近是雨季，但是你在这个崖壁上看不到任何渗水的痕迹。这里面呢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再到旁边去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间小房子，外面还有一个大水桶，应该是用来蓄水的。这里应该是一个杂物间了，有一个梯子，有一扇门，还有一些桌子。哇，这边还有楼梯，好像可以走上去，不知道那边是什么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里呢已经过不去了，这里边被拦起来了。这里还有一棵枇杷树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呢，它这个房子和这个山体好像是合二为一了。这里应该是狮子洞了吧？看这个前面还有这些烧的这些香啊，还有纸，应该就是那个故事的由来的那个点，应该就是狮子洞了。现在我所站的位置是在这座山的半中央，我们来看一下底下。底下呢是悬崖，还挺高的，应该在100来米左右。我看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，四周云雾飘渺，美得像仙境一样。哇，真的是太美了！关于这座寺庙的建造时间呢，我们没有看到，也没有查到。虽然说外面立着很多块碑，但都是功德碑，上面记载的人的名字，还有捐赠了多少钱。其中一块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立的，上面写着这座寺庙的传说故事，应该是老一辈口口相传传下来的。刚才我们也在底下问了当地人，他们说这座寺庙应该在几百年左右。总体来说，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风景优美，鸟语花香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